明末清初，叛党四起，朝廷忌惮于各方的势力，大肆处决一切可能谋逆之人，宁错杀10，不可放1。忠臣良将关志远不幸遭到陷害，成为了朝廷的目光。一夜之间，被一群黑衣人闯入家门，屠害了满门，只留下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关少龙，被管家偷偷地抱上了山，得以活下来。管家将其送入武当山习武。老道长见关少龙天生弓弱，满周岁起就开始给他喂食精炼打磨的龙骨散，使其五脏六腑、全身经脉强壮胜人。火炼钢砂洗腹身，3岁练地盆扎马步，巨石压身练内气功力。5岁时终日躺在药草之中，忍受棍打，练就了金刚之身。关少龙从小就练就了一身铜皮铁骨，然而官兵还是找上了武当山。眼见此地不安全，老道长决意将关少龙送去了少林寺，拜入少林高僧门下练武。而与此同时，一位壮年背着一个名叫铁军的孩子，正在遭受一群人的抓捕。无奈之下，壮年也将铁军送进少林寺，让他练习少林武功。时间一晃，20多年过去，皇城中一位王爷黑楚英声称是时候启用铁军了。原来20年前那个孩子竟是他们派去的卧底，就是为了偷少林武功，暗中铲除逃走的关少龙。而关少龙这边每天跟随一众师兄弟勤加练功，渐渐地长大成人。方丈没有让他剃度，因为他成人未了，祸结缠身，不久之后恐怕还要下山去。一众师兄弟中，就属5师兄跟他关系最好。这位面目凶狠严肃的是功夫最好的3师兄。众所周知，少林寺每年都会测试弟子的武功，经过连日来的艰难考验，关少龙在内的9位弟子已经通过达摩院的考试，接下来会进入罗汉院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他们必须要进到一口大钟之下，忍受大钟敲响后的巨响。3师兄内功深厚，不受影响，而关少龙和大毛却因为功力不够，被震得无孔流血。他们要留下来加练1年，而3师兄性子急，则直接孤身一人擅闯了36武房。这里机关重重，一个疏忽就会丧命于此。数支暗箭接连射出，好在3师兄出手迅速，躲闪了过去。接下来是万刺穿心阵，3师兄起初还能够凭借强大的臂力抵抗，然而很快就耗光了力气，被困在了阵中心。3师兄咬紧牙关，拼尽全力，再次推开了万刺阵，立马倒立闯关。没想到他竟然凭借着脚力机智的过了关。大毛和少龙又经过了1年的苦练，也成功的过了36武房。不过自不量力的少龙又开始对少林18铜人阵感到好奇了，竟然想要闯闯试试。3师兄不放心让他独自前去，便决定要带着他一起，由3师兄亲自打头阵。2人便进入到了18铜人阵中，脚下踩中一个机关，果然出现了一个铜人。这个铜人看起来可不好对付，3师兄率先使出少林僧拳跟他打斗，很快便打过了他。少龙照葫芦画瓢，有模有样的跟铜人打起来。3师兄继续闯关，他的实力果然不是盖的，轻轻松松便过了所有的关卡。可少龙却仍旧被困在第3关，他终于看清了自己是几斤几两，发誓从此以后要勤加苦练。回来之后，少龙和大毛2人白天跟着3师兄练功，夜深便躲进了藏经阁研读武功秘籍。这天，少龙意外的在藏经阁发现了一本破旧的秘籍《少林18罗汉拳》，3人大喜过望，这可是少林史上最高深的武功。有了这套拳法，3个人的功夫日益提升。等到了练成之日，他们再次闯入18铜人阵闯关。面对铜人的棍法，少龙躺在地上使出了罗汉滚，轻松过了关，来到了龙虎堂。在这里，少龙要忍受铜人的龙虎18棍，不得反击，不得躲闪，以此来考验他的抗击打能力。少龙打小就经受皮肉之苦的训练，成功撑了下来。他和3师兄会合，又过了千斤闸，最后来到了通天门。只要过了此门，就可以成功离开。不过门口有一个1000斤重的火炉，3师兄上前聚气会力，使出内功，搬开了火炉，成功离开。胳膊上被烙下了一条火龙印记，这是成功通关的标记。少龙一听不甘示弱，终于2个人一同闯出了18铜人阵。见到等在外面的方丈，方丈恭喜2位弟子在一众师兄弟中脱颖而出，随即就批准他们下山。不过日后要谨记除暴安良，为民除害。少龙和3师兄暂时分开，他打算先回武当山看望当年救出自己的管家，然而却得知管家早已去世的消息。不过管家给他留下一个箱子，
里面是父亲的亲笔写书。少龙这才得知了一切，原来当年害他们全家家破人亡的正是那位王爷黑楚英。少龙决意要替父报仇，他乔装打扮来到约定的一家客栈等候三师兄，结果却遇到了一位霸道的少侠。看来此人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姑娘，姑娘脾气不好，少龙几句话就惹怒了她，两个人都不服气，说着要比试比试。好在三师兄及时赶来，阻止了两人，拉走了少龙。他们还要继续赶路去找黑楚英报仇。这位女侠有些阴魂不散，似乎是在有意的跟踪两个人。他们很快在一家茶馆里再次相遇，而紧随其后赶来的是一位算命先生。算命先生直奔少龙而来，声称要给他算上一命，实际上却掏出暗器刺伤了他。女侠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冲上去就将他一顿收拾。打的过程中掉落了身上的一块玉佩，少龙瞬间傻了眼，因为他也有这块玉佩的另一半。父亲在血书中提到，如果遇到了另外一位玉佩的主人，那就是他未过门的妻子陆小云了，他会帮助少龙一起对抗黑楚英。果不其然，眨眼间陆小云就换了一身女装，陪在少龙身边，简直是羡煞旁人。而与此同时呢，大毛一身僧服也找了来，他声称自己也闯过了18铜人阵，就急忙下山来找两个人。三个师兄弟见面就甭提多高兴了。得知了少龙身上发生的一切，大毛也决定帮助他们一起对抗黑楚英。然而当天晚上，一个黑衣人便闯入这家客栈，想要偷袭少龙。少龙武功不敌，被下了5毒针。好在警觉的三师兄赶来，上去展开搏斗，很快便拿下了黑衣人，撕掉面纱，竟然是大毛。原来他就是当年的那个铁军，一直深藏不露地卧底在少龙身边。然而这20年来的交情让他迟迟下不去手，最终大毛还是凭借着最后一口气将解药给了少龙。故事最后，少龙三人终于找到了黑楚英，决定跟他决一死战。然而黑楚英不知道是练的哪门子的邪功，竟然瞬间变出了3个一模一样的自己，而且每一个都是真的，每一个都不好对付。3个人上去1对1的打斗，黑楚英的确不好对付，一套黑鹰剑法更是无敌。不过好在邪不胜正，最终还是被少龙三师兄等人给合力解决了。在这部电影中，真正厉害的貌似并不是关少龙，反倒是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的三师兄。恐怕从一开始就被很多人误会成铁军，全程被骂。